知道貴圈亂，沒想到美國的貴圈這麼亂。前天在一場商業論壇上，馬斯克公開暗示比爾蓋茨可能有戀童癖，下面是他的原話。他說比爾蓋茨以為自己是誰？他有什麼資格討論兒童福利？他經常和愛潑斯坦來往，讓這個家伙給我看孩子我都不放心。眾所周知，馬斯克提到的愛潑斯坦曾經搞過一個蘿莉島，據傳島上關着很多妙齡少女甚至未成年人，專供登島的權貴享用。案發後，愛潑斯坦在獄中神秘死去，與他一起消失的還有一份去過蘿莉島權貴的名單。如此明目張膽的殺人灭口，迅速點燃了美國民眾的怒火，他們自發的掀起了一場抓內鬼的行動，猜測哪些權貴曾去過蘿莉島，其中比爾蓋茨是重點懷疑对象。這是2011年比爾蓋茨與愛潑斯坦的一張合影，兩個人并肩而立，笑得非常燦爛，顯然關係不一般。對此，比爾蓋茨解釋說，他和愛潑斯坦是在做慈善時認識的，他本人根本不知道，也從未去過蘿莉島。這種蒼白的解釋，別說是馬斯克，但凡有正常思維邏輯的人都不會相信。加上不久之後，比爾蓋茨的妻子與他離了婚，進一步加深了外界的懷疑。但畢竟比爾蓋茨曾做過世界首富，權勢滔天，愛潑斯坦又死无對證，所以這麼多年沒人敢把他怎麼樣，大家都揣着明白装糊塗。直到馬斯克的出現，在馬斯克眼裡，比爾蓋茨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偽君子，表面上天天做慈善，大言不惭的表示已把所有財產捐給了兒童慈善組織，背地裡卻幹着見不得光的事。據傳他做兒童慈善的目的之一就是帶愛潑斯坦挑選窮人家的漂亮女孩上島。馬斯克不無諷刺的指出，當某個富豪說他要捐出自己所有資產時，大家要警惕，這個人一定有問題，因為世界上沒有人會嫌棄自己的錢多，他們之所以要老捐，要麼是為了避稅，要麼是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比爾蓋茨的目的是什麼呢？美國互聯網的說法是他想讓窮人斷子絕孙。比爾蓋茨的兒童基金會主推了一項公益疫苗行動，幫助7.6億窮人的孩子免費接種疫苗，讓他們免受瘧疾、麻疹、肺炎、脊髓灰质炎等疾病的侵擾，成功避免了2300萬兒童的早夭。原本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美國网民說比爾蓋茨的疫苗裡混有绝育药，而小孩打了终身不孕不育。比尔蓋茨想通过这种方式消灭低端人口，只留下高智商的精英，从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說實話，這是個典型的陰謀論，比爾蓋茨本人都懶得駁斥，但是馬斯克居然相信了這種說法，多次在個人 X 賬號上轉載相關帖文，還給比爾蓋茨起了個疫苗滅霸的外號。吃瓜群眾一看，連世界首富都說比爾蓋茨有陰謀，那一定是真的了，導致陰謀論越傳越廣，甚至比爾蓋茨前任家庭醫生也出來蹭流量，說比爾蓋茨從不給自己家的孩子打疫苗，專給窮人打。以馬斯克的智商，他應該清楚比爾蓋茨的疫苗沒什麼問題，因為如果7億兒童長大後都絕育了，這事兒早按不住了，邏輯上說不通。可他為什麼還要造比爾蓋茨的謠呢？原因是兩個人對美國未來該走哪條路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比爾蓋茨代表左翼科技精英，馬斯克代表右翼科技精英。雖然兩個人都主張發展高科技，但是在發展哪種高科技上觀點不一。比爾蓋茨認為美國人力成本這麼高，搞製造業根本不划算，也競爭不過後發國家。務實點的做法是像 OpenAI、Windows 系統這樣的虛擬產品給全世界人民使用，這樣不僅成本低，而且賺錢快。馬斯克則認為美國一定要發展製造業，否則廣大低端人口根本找不到工作，貧富差距會越來越大。像特斯拉汽車雖然虧了10幾年，但只要堅持就會有回報，現在不就是盈利了嗎？一個要玩虛擬創新，一個要玩實業救國，不打起來才怪。兩個人第一次結梁子是2020年，馬斯克在搞超級高鐵項目。記者問比爾蓋茨的意見，比爾蓋茨說超級高鐵毫無意義。馬斯克在 X 上回懟，他什麼都不懂。第二次結梁子是2022年，特斯拉股價創下歷史新高，比爾蓋茨表示特斯拉的真實價值配不上如此高的股價，然後買了5億美元的期權，賭特斯拉股價崩盤。第三次結梁子是2023年，馬斯克因 OpenAI 違背了免費的承諾，怒退董事會，並且指責奧爾特曼背離了用 AI 造福全人類的初心，變成資本家，只知道賺錢。隨後比爾蓋茨力挺奧爾特曼，斥巨資買入 OpenAI 的股票。經此3次衝突，兩個人的關係已經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其背後的資本也在悄悄站隊。上次大選中，一方支持拜登，一方支持特朗普，所以與其說兩個人是因為私人恩怨而鬧得不可開交，不如說是精英之間的路線鬥爭，新富豪對老富豪的反攻清算。美國精英的那段大戲才剛剛開始，是繼續沿着虛擬經濟的道路猛野狂奔，還是改弦更張發展制造業、實業救國？他們的勝負事關美國未來30年的發展道路。當個小板凳繼續看戲就好了。